Hello，大家好。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我的这辆露营车里面拍摄视频了。那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辆露营车已经易主了，就是已经售卖给其他人了。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是要来把这辆露营车还原，就是把我之前改装的这些东西啊，床架啊、太阳能啊、电源啊、这些窗帘啊，全部都要清除。把这辆车还原成为原本它原来的样子，然后交车给新的车主。然后最近呢，有一个新朋友看到了我的脸书，他知道了我用 尼桑 C22 型来改装成露营车，他也很有兴趣。他也是有一辆尼桑 C22 型的货车，他也想把它改装成露营车。然后我听到还要改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又有一个新朋友加入，所以觉得不错，我就决定呢把我原本改装的这个抽风机啊，因为这个抽风机是完全是使用在尼桑 C22 型号的这个窗口用的嘛，所以我打算呢就把这个抽风机送给他。这个抽风机呢，我从车路到现在呢，抽风机方面我就已经改装了4个版本了。这是最后一个第4个版本，也是最理想的版本。然后，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最好的版本赠送给他，让他直接可以使用抽风机。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问，我把露营车卖掉了，那么我是不是呢不要再露营了？是不是我这个频道呢就不再更新了？其实不是啊，频道还是继续的做。然后呢，露营还是继续的录，只是换个车啊。至于换什么车呢，我就暂时卖个关子啊。大家可以继续留守我的频道，到时候呢也是会拍摄视频，让大家看我会如何改造下一辆车去这样子去露营用。在露营的这段过程中啊，用这辆面包车露营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都会问我，你究竟花了多少钱去改装这一辆车来露营？我想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我给不到答案。就像我以前的视频讲到的，很多装备是以前延续用制下来的，然后慢慢更新、慢慢更换。像现在改装完毕了，你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算得到价钱给你。然后，但是呢，这个只是你能够算到已经改装好的价钱。就像我们当初改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改装失败啊。改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研究啊，然后需要测试啊，这些都是一些无形的成本，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到。就像我这个抽风机，这抽风机我一共改了4个版本，目前这个是最后一个版本，第4个版本。在我使用这个抽风机之前呢，我是很传统的用法，就是把窗口打开，2边窗口打开，挂上蚊网。那时候我还是去买铝制的蚊网，然后自己 DIY， 然后跟窗口的 size 一样，然后通过磁吸的方式把它粘在窗口外面，然后里面窗口你就继续可以推，可以打开。然后这样的方式呢是很好用，但是你遇到下雨天的时候你就完蛋了。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它不能够防水嘛，你就没办法，你就需要把窗口关上，不然的话就会进水。你一关上窗口的时候呢，你整个车里面就开始慢慢越来越闷热。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排放热气的嘛，我们排放2氧化碳嘛，就不信你把手指放在壁纸前面，你吸气的时候呢，它是凉的；你呼气的时候啊，它是烧的。加上我们人体有气温、有温度，所以你在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呢，你车里面的空间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热，所以你必须要有通风。所以如果你的窗口不能开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通风，你就会很热，你没办法睡觉。你装再多的风扇都没有用了，都会热的。还有，如果跟我一起车路的朋友呢，都会知道，我都是强调不落地。你可以落地，但是你的车一定要能够改装到可以不落地，因为不落地很重要啊。好像我就时常跟我们那一帮朋友，我们虽然是有去付费的露营地，但是你也不能够保证100%的安全嘛，对不对？还是要有自我的防范的意识嘛。所以我们都是把这辆车关到完，锁住，把自己反锁在车里面，窗口也没有开，完全关到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改装了抽风机，抽风机就可以很好的把我们车内的空气很好的循环，就不会闷热。然后再加上我们装上风扇，一打开风扇的时候呢，就很凉爽了。但是在研发这个抽风机的时候呢，也不断的碰壁，
因为没有经验嘛。我最早期改装的版本呢，就是用那种电脑的那种抽风机，小个的那种抽风机，那种很安静的声音。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那种你不要用，真的不要用，它的功率太低，它的能够把你排热的那个能力太有限了啦。因为我们在里面，我们人会像刚才讲的会制造温度热气嘛，所以呢，这个抽风机的作用呢，就是要让它能够在你的温度上来的时候呢，把你整个车里面的空间循环一遍，就把热气排出去，新鲜的空气排进来，循环一遍。假如它这样循环一遍呢，你的温度就不会起来，你就会很凉爽。所以尤其你的人越多，你在车里的人越多，那个温度就越高，温度上升的速度也越快，你就要排出那个热气的速度，循环的速度就要更加快。所以你的抽风机的功率一定要大，一定要快。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用了那个效果不是理想，后来我就换比较大的风扇，效果就不错了。我一路来使用呢，主要是把风抽出去，然后进风呢是次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车是密封嘛，我关得完密封嘛。如果风不断的抽出去的时候，就里面的空气就也少嘛。它抽出去的时候呢，这外部的大气压力一定大过车里面嘛，它就会从我预先开好的入风口呢，自然会进风进来，这是很正常。不信你用一个纸袋把它抽真空的时候，你拿一支小针扎一个小洞，它马上就胀上来了，因为它空气马上就进去，因为外部压力跟内部压力是不一样嘛。我实验的结果呢是抽出的效果比较重要，但是如果呢你是开放式的，比如讲你的车门是开着的，窗口开着，或者是后面盖开着，像我的车后盖是有蚊网嘛，虽然有蚊网呢，但我后盖还是盖的。我这个蚊网比较少用到了，坦白说，就我后盖的是盖着，有些人他是开着，或者是开一点点，拿一只东西顶着开一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车的空气流通已经是很大了嘛，所以你用抽出呢没有什么效果了，你反而那个时候你要抽进你要大那个风，抽进大风呢，你可以把它当成风扇来用。不过我个人呢还是推荐把车关到完安全一点，因为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昆虫啊，还是什么飞禽走兽爬进你的车嘛，对不对？蛇啊、蜈蚣啊，我们也不知道，还是老鼠，还是小猫咪爬进来你的车，干扰你的睡眠。所以呢，最好的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在户外，在野外，我时常跟一般朋友去野营嘛，所以我们在外面呢，最好是安全起见把车关好，把车关密锁上，不然的有时候你睡到天还刚要亮，你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你车没有关好，然后猴子爬进来偷拿你的东西，偷拿你的手机，你也是很头痛，我告诉你。所以把车关得完是最理想的。然后抽风机把抽出的功率放大，抽入呢，我刚开始改装第3版本的时候呢，这个版本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抽入的这个抽风机的，我就抽出而已。抽入呢是让它自然进气。后来呢，我又加了一个，因为有时候下午的时候呢，我会开着门开着盖嘛，然后人坐在车里面使用电脑，然后就天气会热嘛，下午的时候，这时候你开住门盖的时候呢，窗口的时候呢，把风抽出去就没效果了嘛，所以你就要抽进，所以我就改到一个抽入的风扇。那么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每次啦，因为我这个风扇有3个档次嘛，1号到3号，1号最小，3号最大。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抽出的风呢，我至少会开2档，有时候会开到3档，最大的风，不然就2号的风。然后抽入的风呢，我时常都没有开，有开也是开1档最小的风给它抽进，因为你没有开的时候呢，它自然已经会进蛮大的风了，所以我通常都比较少用到这个抽进把风吹进来车内的这个方向，除了是在下午的时候，把车门的后盖都打开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抽进来的风开很大，开到3档，然后这个抽出去的风呢，我就直接关掉了，这个没有用途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这是我在这段日子改装这辆露营车，改装这个抽风机的过程累积到了一点点经验了。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我的这个经验，但是我用到呢是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分享出来呢，提供让大家参考一下啦。因为我现在要开始拆卸我所有的这些装备嘛，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抽风机，然后我想到送给这个朋友，所以我就特地拍摄这个视频来分享给大家知道我在过去改装这个抽风机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啦。那么呢，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分享到这里不要忘记哦，我的频道还是会继续更新关于这种车路的一些资讯，还有我去车路的这些活动啦。接下来下一辆我拿去露营的这辆车呢，是可能没有这么快会拿到，听说全球晶片短缺啊，生产不出来，所以然后现在这一辆露营车呢，在这2天也需要交车了，所以我需要赶快把这些东西拆卸，交给新的车主。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使用回我之前的汽车。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在使用这辆车露营之前呢，我有用一辆私家车汽车路过的。因为我就嫌私家车空间很小嘛，空间很小很窄。就变成你没办法实现不落地，你一定要落地，很多东西你一定要搬下车，你不搬下车，你车就没有位了。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用汽车露营了，但是 temporarily 呢，暂时性啊，我就只能够回到像之前一样用汽车露营先，等我的下一辆车拿到车的时候就可以再重新改装下一辆的露营车啦。好了，那么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留言以及分享我的视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那么我们下一集见，拜拜。已经完全还原成原装了，太阳板也拆除了，现在整辆车就是原装的啦。床架也拆除了，现在呢，我就要把车开去做验车了。验完车就当场直接做革命。那么我的老货车呢就正式易主了。接下来呢就等待我的新车拿到过后，再继续更新我的视频了。点击旁边的小框框，观看我的更多视频。点击旁边。